今日焦點新聞有：萬錦90歲華裔老婦喺屋企門前被搶金戒指；渥太華市中心停車場倒塌，50架車輛受困；BC 省84歲婦人被騙，失2萬蚊積蓄。立即訂閱我哋，緊貼加拿大新聞時事。農曆新年啱啱過去，不過同新年相關嘅罪案就未有停止。有觀眾向我哋報料，指有罪犯利用呢個節日喺萬錦市內搶劫長者。事件發生喺尋日25號下晝大約1點半，地點位於 Burwood Avenue 夾 Markham Road 附近。受害人係一位華裔婆婆，當時喺屋企門口休息，期間一架白色 Dodge Durango SUV 由右邊駛過，之後掉頭駛返去住宅前面停低。一個戴有頭巾嘅女子喺後座向婆婆用普通話你好打招呼，並揮動紅色物件。婆婆揮手回應，車上嘅女人不停揮動紅色物件，示意婆婆上前。婆婆本身視力唔好，猶豫一陣之後，不如有詐上前。車上嘅女人首先同婆婆握手，然後立即遞上利是。視力唔好嘅婆婆先至發現紅色物件係利是，然後自然咁接過。之後呢個女子就趁婆婆伸手接利是嘅時候捉實佢雙手，然後做咗一連串不明動作，將婆婆左手中指上嘅金戒指搶走。據事主親友提供嘅資料，婆婆年約90歲，呢隻戒指係佢已經戴咗50年嘅結婚戒指，極具意義。婆婆更加因為咁而一度暈倒，好彩而家已經冇大礙。佢哋主動提供資料俾我哋，希望警惕區內市民。疑犯當日戴住淺色頭巾，乘坐白色 Dodge Durango SUV， 司機當日身穿紅色衫，車牌被疑似深色膠牌遮擋，無法辨認車牌號碼。如果大家近日見過呢架車，或者有更多資料，請聯絡約克區警方。婆婆好希望可以揾返隻戒指。雖然農曆新年已經過去，不過春天就快到，上門推銷嘅陌生人可能會增加。大家記得提醒家中長者，提防陌生人藉住派發唔同嘅物品而搶劫長者身上嘅貴重珠寶首飾，包括戒指同頸鏈。特別係喺車上面或者啱啱喺門前落車嘅陌生人，佢哋往往得手之後就可以即刻揸車逃走。加拿大自由黨黨魁選戰進入最後階段，4個候選人包括前加拿大央行行長卡尼、前副總理方慧蘭、前內閣部長古爾德同前國會議員貝里斯，尋晚喺滿地可進行英語辯論，爭取黨員支持。呢場辯論係自由黨黨員投票之前嘅最後一次交鋒，歷時超過2個鐘。佢哋就4大議題表達立場，包括加美關係、經濟同就業、民生負擔同氣候變化。同前一日嘅法語辯論相似，特朗普嘅話題再次主導辯論。方慧蘭重提自己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嘅時候同特朗普周旋嘅經驗。4個候選人都支持以牙還牙嘅報復性關稅政策，並提出各自嘅經濟同軍事強化計劃。辯論整體氣氛並未過於激烈。方慧蘭同古爾德雖然認同杜魯多政府嘅成就，但亦都坦承喺應對疫情後嘅通脹問題上，政府反應過慢。卡尼就明確強調自己將會更專注於經濟，採取更積極嘅管理方式，同時同自由黨黨團保持更緊密聯繫，避免出現杜魯多政府決策孤立嘅問題。喺辯論場外，卡尼面臨新一輪爭議。保守黨指控佢喺擔任加拿大大型投資公司 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 董事長嘅期間，同意公司將總部由多倫多遷至紐約。卡尼否認自己喺決策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但係文件顯示 BAM 董事會喺2024年10月就通過呢個決定，並喺今年1月獲股東確認。保守黨批評卡尼講大話，指佢更加關心華爾街利益，而唔係加拿大經濟。卡尼就反駁話呢個係技術性變更，對加拿大業務同營運冇影響。自由黨黨員可於今日起提前投票，
3月9號將會正式揭曉新黨魁人選。呢場選戰唔單止決定自由黨未來方向，仲關乎邊個可以喺下屆聯邦大選同保守黨博勵治爭奪總理寶座。渥太華市中心一個停車場今日凌晨嚴重倒塌，頂層部分崩塌，導致大量積雪同混凝土碎片由3層樓高處墜落，砸毀多架汽車。當局緊急封鎖場地，並展開結構安全調查。事故發生喺 Laurier Avenue West 同 Slater Street 之間嘅 Indigo 停車場，有大約50架車仍然受困。渥太華首席建築官 John Buck 指出，倒塌原因仍在調查中，但已經發現頂層存有大量積雪。佢強調，濕雪因為吸收雨水令到重量大增，可能對結構造成額外壓力，導致支撐結構受損。工程師同建築人員正評估大樓結構安全。消防部門透露，尋日下晝4:55接獲911報案，指停車場一條柱損毀。警方同消防到場之後，初步調查未發現車輛碰撞事故，但確認建築結構已經受損，而且唔安全。技術救援隊發現5至6條橫樑變形，水泥柱亦都有裂痕，顯示建築物隨時可能倒塌。當局隨即疏散所有人員。最終喺今日凌晨4:47，停車場西北角頂層正式崩塌，好彩未造成任何傷亡。市政府正等待工程報告，以決定後續嘅處理措施。目前附近路段已經封閉，警方表示停車場內嘅車輛暫時無法移動，車主可以聯絡 Indigo 公司獲取最新資訊。呢笪地原本計劃改建為住宅大廈，舊年市府曾經批出2座25同26層高混合用途住宅大樓嘅建設計劃，但目前呢個計劃嘅申請狀態顯示為不活躍。市府正考慮加強其他停車場嘅積雪管理，以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Buck 表示，近日暴雪頻繁，當局正研究點樣向公眾發佈積雪負重風險警示，包括住宅屋頂積雪問題。卑斯省素里發生一宗詐騙案，一個84歲婦人痛失2萬蚊積蓄。事件發生喺1月30號，當時 Naomi Mitchell 喺屋企用電腦嘅時候，突然彈出一個視窗，警告話佢嘅電腦俾人入侵。於是佢按照視窗上嘅電話號碼求助，但就誤墮詐騙陷阱。自稱嚟自銀行欺詐部門嘅騙徒話佢嘅銀行戶口同電腦都被黑客入侵，指示佢提取存款，阻止資金流向墨西哥。當日佢同騙徒通話多達40次。事主聽從騙徒嘅指示，喺9個鐘頭內來回銀行多次，之後分2次將合共2萬蚊嘅現金喺附近停車場親手交俾對方派嚟嘅接收人，直到佢向鄰居透露呢件事，先至驚覺自己受騙。佢個仔隨即報警，皇家騎警表示將會展開調查。警方發言人 Dennis Bell 提醒公眾，呢類騙案層出不窮，特別係喺報稅季節。騙徒經常冒充加拿大稅局騙取金錢。市民如果遇到可疑電話，應該先同家人商量或者直接掛斷電話。事件曝光之後，事主個仔喺網上發起籌款活動，短時間內就籌得超過2萬蚊，令佢深受感動。警方強調，如果有人要求提取大筆現金，應該先同銀行職員確認用途，以防受騙。呢宗案件亦都再度提醒大眾，面對可疑來電嘅時候，務必提高警覺，避免成為騙徒嘅下一個目標。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原定3月4號實施嘅對加拿大及墨西哥25%關稅，將會延後至到4月2號，具體原因未明。呢一個決定出現喺特朗普喺華盛頓主持首場內閣會議之後。此前加拿大官員同埋省長陸續前往華府，希望了解美方要求，以阻止關稅措施落實。然而，特朗普至今未明確表示撤回關稅嘅條件，仍然持續批評貿易問題，甚至戲稱加拿大應該成為美國一部分。目前加拿大政府仍然喺度積極同美方接觸，試圖尋求解決方案。
一宗駭人嘅逆向行車事故星期二傍晚發生喺多倫多加甸拿高速公路，一名男子涉嫌醉駕喺高速公路東行線逆向行駛，最後衝入一個建築工地，更加從一個洞口墜落至 Stratton Avenue， 所幸冇人受傷。警方喺下晝5點30分左右接報，指有車輛逆向行駛。目擊者表示，該車輛沿住東行線向西行駛，最後誤闖施工區域，直墜工地底部。當時車內僅有該名男子，警方指佢涉嫌受酒精影響，當場被拘捕，但係幸未受傷。多倫多警隊執勤督察 Brian Maslowski 表示，警方接獲多宗911報案，證明此事極為嚴重。一名原本應該喺事故發生點工作嘅工人更驚險表示，如果我早5分鐘到，可能就冇咁好彩㗎。當救援人員到場嘅時候，呢一名30幾歲嘅男子已經自行爬出車輛，坐喺嚴重損毀嘅 Honda Civic 旁邊。目前警方正向公眾呼籲，如有目擊者或者行車記錄儀片段，請提供相關線索，以確定該男子點樣駛入工地。案件仍然喺調查中。最新調查顯示，加拿大學校正面臨學生濫用物質問題，電子煙、大麻、煙草同埋能量飲品成主要關注。64%校長認為電子煙係最嚴重挑戰。現時市場針對青少年嘅行銷手法層出不窮，導致電子煙使用率急升。卑斯大學護理學院副教授 Emily Jenkins 研究指出，目前缺乏全國統一以科學為本嘅策略，學校多倚靠自行決定應對方式，部分仍然採取零容忍政策，如開除學生。但呢個可能帶嚟更大嘅傷害，包括學生疏離學校，甚至長遠影響其成長發展。校長們亦都認為現有預防計劃已經過時，未能有效應對問題。專家呼籲制定全國性策略，提供實用工具，幫助學校喺教育中兼顧預防同支援。卑斯省本拿比發生驚險車禍，一架小型貨車星期二下晝突然衝上行人道，撞倒2名女子。皇家騎警懷疑司機受酒精影響。事故發生喺下晝5點20分，地點為 North Road 同 Luhit Highway 交界。警方表示，涉事車輛先撞上路燈，再撞向2名行人，傷者送院治療，所幸傷勢冇大礙。事故導致現場交通嚴重擠塞幾個鐘頭，司機當場留守並且配合調查。警方話初步懷疑涉事司機受酒精影響，但係確切肇因仍然喺調查中。魁省政府宣布將會削減20%外國學生所需嘅魁北克接受證書配額，限制留學生數量，特別針對提供短期課程嘅私立學院。高等教育廳長 Pascal Derry 表示，雖然難以確定具體減幅，但係政府希望壓制部分學院利用短期課程吸引外國學生，作為快速獲取永久居民身份嘅途徑。截至2024年10月1日，魁省約有615000名非永久居民，其中129000人為外國學生，佔21%。近年嚟，魁省國際學生計劃下嘅留學生人數急增，由2014年嘅5萬人飆升至2023年嘅近12萬人，增幅達到140%。政府強調，新措施將會喺今年生效，目標係確保教育體系嘅可持續發展，同時減少對私立學院短期課程嘅依賴。亞省愛民頓一名32歲男子 Jaron Drew， 舊年12月27號凌晨，當時參加一棟公寓大樓嘅活動，卻遭多名陌生人圍毆，傷勢危及生命，目前仍然喺醫院治療。警方已經拘捕7名疑犯，包括4名未成年人，2名17歲少年被控企圖謀殺，其他嘅涉案者分別面對嚴重傷人、使用武器襲擊同埋槍械相關罪行。此外，一名20歲女子因為恐嚇證人同埋妨礙司法公正被捕。警方形容案件暴力程度極端，受害人或者難以完全康復。
佢嘅朋友透露，Drew 曾一度昏迷35日之後先至恢復記憶，但係仍然受嚴重創傷影響。Drew 係一名喜劇演員，喺愛民頓表演過多場演出。朋友形容佢為人友善，完全唔應該遭此毒手。紐芬蘭及拉布拉多省長 Andrew Furey 宣布辭職，結束近5年嘅政治生涯。佢表示，工作壓力及美國總統特朗普嘅不穩定政策影響咗決定。Furey 批評特朗普嘅貿易立場瘋狂且善變，特別係計劃對加拿大實施25%關稅，令省內經濟前景充滿不確定性。佢認為加拿大應該冷靜，但係堅決應對呢一種霸凌行為。Furey 強調，佢並非職業政客，唔會參與聯邦選舉，將回歸醫學界繼續服務社區。佢任內嘅重大成就包括同魁北克達成能源協議，以及將一名一戰陣亡嘅紐芬蘭士兵遺骸帶回家鄉。自由黨將會啟動新領袖選舉，目前接任人選仍然未明朗。多倫多今晚氣溫最低1度，聽日4成機會有雨或者飄雪，日間氣溫最高4度，晚間氣溫最低-8度。星期五3成機會有飄雪，日間氣溫最高1度，晚間氣溫最低-2度。溫哥華今晚氣溫最低7度，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氣溫最高11度，晚間氣溫最低6度。星期五天晴，日間氣溫最高14度，晚間氣溫最低6度。今日大多倫多地區平均油價153.9仙，聽日跌2仙到151.9仙。歡迎大家喺留言區講下你對今日新聞嘅睇法，仲有記得俾 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啊！